你早上醒来，刷牙、洗脸、换衣服，收拾完之后呢，关门下楼搭地铁，在熟悉的店里吃熟悉的早餐。到了公司之后，又习惯性的一边跟同事聊天，一边打开电子邮件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完全不需要思考，身体自然而然的就完成了，就像是一个机器人被设定好的程序？其实它们就是你的习惯，不用思考，不用消耗意志力，完全靠潜意识支配身体完成的行为。也就是一旦形成了习惯，你就能以最少的消耗完成更多的事情。你可以每天看8个小时书也不觉得无聊，每天跑5公里也不觉得累。但是难的是什么呢？是形成习惯的过程。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个话题，如何不打鸡血，不逼自己，像洗脸刷牙一样培养习惯。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，他们找来一只老鼠，然后设计了一个梯形迷宫让它走，借此观察它的大脑活动。在迷宫入口有个挡板，迷宫的另一端有一块巧克力。随着咔嗒一声，挡板消失了，老鼠开始在迷宫里探索。它可能闻到了巧克力的香味，闻闻这儿，挠挠那儿，走走停停。这个时候实验人员发现老鼠的大脑新皮层异常活跃，这个部位是负责比较复杂的思维活动。我们可以想象，老鼠的大脑可能在思考，香味到底在哪，该左拐还是右拐呢？最终在新皮层不断的搜索信息和分析决策下，老鼠吃到了巧克力。不过这还没完，实验人员又把这个实验重复了几百次，还是这个老鼠，还是这个迷宫，什么都没变。唯一变化的是什么呢？是老鼠大脑里的活动。刚开始老鼠的大脑活动跟第一次差不多，不过在慢慢熟悉了路线之后，新皮层的活动明显减弱，它不再到处闻到处抓，而是回忆之前走的路。等到完全摸清路线之后，它就跟在自己家一样轻松找到巧克力。在这个过程，有个部位取代了新皮层的活动，那就是基底核。基底核是回忆行为和支配行动的核心，负责存储生物的习惯。实验人员把这个过程叫做组块化，就是大脑把一系列行为变成一种自动的惯常行为，而这正是形成习惯的底层逻辑。也就是在培养习惯的时候，新皮层负责前半部分工作，考虑目的是什么，要不要坚持，用什么方式来做。等到形成习惯之后，新皮层就把工作交接给了基底核。比如咱们学开车的时候，刚开始上车都会在心里默念系安全带、踩刹车、启动、挂档，全神贯注，生怕弄错一个步骤。但熟练之后就是各种炫技，变道、超车、一脚油门，都是出于本能，完全不用思考。不过把工作交给基底核之前，新皮层需要做一件事儿，那就是让基底核把习惯存储下来。就好比你是个老手，要教一个新手打怪，你得给他一套攻略，让他照着打。这个攻略记录了3个关键信息：暗示、惯常行为和奖赏。暗示就像是一个线索，在什么情况下让大脑进入某种自动行为模式，然后采取相应的习惯。在老鼠实验里，挡板打开了就是暗示。再比如生活中，压力大就想抽根烟，一熬夜就想点外卖，一上课就犯困，压力、熬夜、上课都是暗示。惯常行为比较好理解，就是一个流程。在实验中，老鼠执行左拐就是惯常行为，早上刷牙、挤牙膏、蘸水、漱口刷牙也是惯常行为。有些行为比较复杂，但也是惯常行为，比如开车、跳舞。奖赏就是那块巧克力，就是惯常行为结束后有个反馈给大脑，让大脑知道这个行为可以带来好处，然后继续重复这个行为。这也是为什么一些习惯特别容易形成，比如打游戏，因为它给你的奖励非常强烈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如何培养一个新习惯。这里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，在19世纪初是没有人刷牙的。美国有个叫白素德的公司，开发了一种有薄荷味且泡沫丰富的混合物，其实就是牙膏。很显然这个东西在当时没人买，他们就找到了一个营销专家叫霍普金斯。这个人呢是广告业的大神，他在自传中还说自己的烦恼是钱多的花不完，你说气人不？霍普金斯做了2件事，第一个就是暗示，他在广告中不提牙膏预防牙疼的功能，因为这个痛点当下感觉不到，而且有不确定性。相反，他普及一种概念，牙齿发黄是因为表面有一层牙垢膜，每次吃完饭就覆盖一层，时间一长牙齿就黄了，这样人们一吃完饭一照镜子就觉得要刷牙了。第二个是奖赏，他宣称百素德牙膏可以去除牙垢膜，让牙齿变白，这个奖赏是立竿见影的，人们都愿意接受。而且他还想到了薄荷油，就是刷完之后牙齿有种凉凉的快感，所以哪天牙齿不凉了就会觉得嘴巴不干净。就这样简单2步，他把美国人刷牙的比例从 7% 提升到 65%。 后来这个习惯蔓延到全世界，成了几十亿人每天的固定流程。我们在培养习惯的时候，也可以按照这样的方法来设计习惯回路。第一步，找到暗示，可以把这个要素分成5个维度：时间、地点、情绪状态、人物和关联事件。时间地点是让习惯具体化，就跟咱们到了12点就知道要吃午饭，一躺床上就知道要睡觉一样。我们可以设定时间地点，把这些当成触发习惯的引线，比如到了下午5点就去跑步，一到教室就关掉手机。情绪状态也可以跟习惯联系起来，有些人紧张的时候会抖腿，还有上面提到的压力大就想抽烟。我们可以找一些常有的情绪，
比如无聊了可以随手翻翻书，烦心了就去跑跑步。人物就是找个伴儿，我们看到别人健身，自己也会有健身的冲动，加入一个读书小组，自己也会想看书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所以找一个已经有这个习惯，或者想培养同样习惯的人作伴，比自己一个人战斗轻松得多。关联事件可以理解成绑定原有习惯，比如一吃完饭就去看书，一起床就去跑步，让老习惯带新习惯形成链条式反应。这5个暗示都是为了让习惯显而易见，一看到暗示就知道该干什么了。如果一起使用的话，亲测效果会更好。第2步，设定奖赏。奖赏是保持习惯的动力，没有巧克力，老鼠不会走迷宫；没有洁白的牙齿，人们也不会刷牙。奖赏可以分成2大类，一类是自然奖赏，就是做一件事本身能带来的奖励，比如打游戏能刺激多巴胺的释放，会让人觉得很爽；跑步大脑里会释放内啡肽，也会觉得快乐，这些都是自然奖赏。之所以打游戏很容易形成习惯，是因为这个奖赏是立等可取的，而且感觉非常强烈，而跑步的奖赏会有延迟，付出的成本也更高，所以培养起来也更难一些。很多事情的奖赏比跑步延迟更久，甚至能不能得到奖赏都不确定，这就更难了，对吧？这就需要我们自己来设置奖赏，可以叫做规则奖赏。咱们之前提到的取别针策略就是规则奖赏，每看完一本书就扔个取别针在罐子里，这样的坚持是可视化的，成就感会强化你的行动力。还有个番茄工作法，我觉得也可以用，它要求工作25分钟，休息5分钟。我们可以健身25分钟，休息5分钟，学习25分钟，休息5分钟。可不要小看这5分钟啊，近在眼前的奖励会让你充满期待感。设定奖励的原则是尽可能具体一些，有吸引力一些，反馈及时一些，因为这些奖赏能够创造出神经渴望，有了渴望，你可能还没开始行动，大脑就已经迫不及待催你了。第3步，减少阻力。咱们可以想象自己在花园浇水，手里的软管中间弯折了，不出水了，这时候有2个选择，一个是把阀门开到最大，提高水压，另外一个是把软管伸直，让水自然流出。第一个方法虽然可行，但就像培养习惯给自己压力一样，需要消耗大量的意志力，长时间的紧张气氛容易导致习惯崩塌，所以增大压力不如减少阻力。这里也有2个方法，一个是设计环境，创造条件，想一下你在培养习惯过程中有哪些阻力，找到它们，然后一个个清除。比如你想每天去图书馆，但是时间不确定，不知道看什么书，看的时候也经常有手机消息，能想到的阻力都列出来，然后逐个击破。当所有条件都准备好的时候，你就会有一个想法，不看都不好意思。第2个方法是微启动，万事开头难，所以不要一开始就制定宏伟的计划，先迈出一小步就是培养习惯的一大步。跑步就每天先跑100米，看书就每天只看2页，丝毫没有压力，而且完成后的成就感也会强化行动力，慢慢的你会越跑越远，越看越久。你看，培养习惯好像并没有那么难，很多时候是我们对自己不自信，觉得坚持不下来，做了也不一定有效果。其实不用想太多，与其做之前纠结内耗，不如马上行动干就完了。